如果为90后的童年回忆选出一个代名词，唐人影视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上榜。他们出品的电视剧，即使在很多年后也依然权威。今天就细数几部经典古装剧，一定有一部你看过。天外飞仙，此生相逢一次便足以怀念万年，这是整部剧残忍又戳人的剧情隐喻。别的剧是相爱之后遭遇磨难，而这部剧是相爱本身就是磨难。20年前的七仙女与董永，以一段仙凡相恋的神话传说为基底，成为无数人心中温柔又酸涩的白月光。彼时没有仙魔大战的灵力，亦没有需要被消灭的反派，只有维持三界秩序的规则横在两人中间。不过这次王母玉帝的人设塑造还是蛮有人情味的，为了成全女儿的爱情，破例让他们在人间有着100天婚姻的相守。虽然小七最后只能重返清冷天界，董永只能留在人间，但还是为这段爱情留下一个有温度的回忆。仙剑奇侠传3，如果说全员神颜是一眼惊艳，那仙剑3恐怖的地方是放眼整个内娱无法再复刻的前瞻性选角。当年的主角团，时隔20年以后，依旧是影视圈的中坚力量。仙3的剧情动人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仙魔大战，也不是主角团们的爱恨情仇，在我看来，是每个配角都皆有完整的故事与宿命。重楼身为魔界战力天花板，一生只求一败，却唯独栽在情爱里。他对子轩的温柔与深情是带着成全的悲壮，还有憨厚纯粹的茂茂，为了苍生割肉换粮，用平凡的身躯只为大家能有一顿饭吃。景天、龙葵、雪见、子轩、徐长卿等人的故事线告诉我们，众生皆有宿命，成长的本质是学会取舍，学会失去，学会承担。所谓英雄，从来不是天生强大，而是明知前路荆棘，依旧选择挺身而出。绝代双骄，有些江湖不用刻意重温，只要熟悉的快乐至上旋律响起，童年的记忆就会瞬间翻涌。99年的这个版本，很好地诠释了古龙笔下的武侠世界。林志颖饰演的小鱼儿是恶人谷长大的顽劣少年，一身市井烟火，痞气却不油腻，眼珠一转便是鬼马机灵的心思。而苏有朋的花无缺将陌上人如玉，公子是无双诠释的淋漓尽致。他自幼被移花宫严苛教养，清冷寡言，克制隐忍。这对异母同胞的孪生兄弟自出生便被强行拆分，因为邀月公主因爱生恨的偏执报复，亲手为2个孩子布下了最残忍的棋局。2个人一俗一雅，一灵动一清冷，撑起了绝代双骄4个字的全部分量。步步惊心。10年前的我只关注主角们的爱情是多么缠绵悱恻，如今再回味，却有一番别样的感受。很多人遗憾若曦的结局，惋惜他最终躺在14爷怀中辞别大清，与4爷永世别离。可长大后才懂，病逝离场已是属于他温柔的归宿。从现代而来的他，以为自己是旁观者就能游离在权谋之外，莫想到一步步深陷局中。他清醒地看着身边人走向悲剧结局，偏偏什么都无力更改。昔日那个敢和诸位阿哥随性说笑、鲜活洒脱的若曦，终究被深宫磨成终日郁郁垂泪的模样。对他而言，清宫是囚笼，到最后抽身离去，离开那个爱恨交织的时代，只剩下4爷望着紫禁城，带着无尽的思念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